1968到1969年，一位自称为黄道十二宫 Zodiac 的凶手在洛杉矶开启了一场连夺5条人命的连环杀人案。凶手 Zodiac 以极端的狂妄和嚣张而闻名，他几乎每次犯案之后呢，都会对媒体和警方进行挑衅。比如他会在受害者的车门上亲手写下之前所有犯罪的日期，他会撕下死者带血的衬衫一角，邮寄给报社作为证明。他甚至主动打电话给警方，向警方描述自己的罪行，并嘲笑警察的无能。而在这些挑衅信中呢，最著名的是他邮寄的4组加密信件。根据这些信件的字符数目它们分别被标记为 C408、C340、C13 和 C32。其中 C408 和 Z32 很快被破解，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不寒而栗的自白。Zodiac 写道：我喜欢杀人，因为这非常有趣。我死后将在天堂重生，而那些受害者将成为我的奴隶。而真正成为警方和密码学家噩梦的是那组大名鼎鼎的 C13 密码。凶手在信纸上亲手写下：你们解出之前寄送的密码了吗？我的名字是，这句话的后面跟着一串由13个字母和神秘符号组成的密码。60多年以来从官方的密码专家到民间的破译高手，无数人对 C13 发起了挑战。然而所有的天才在他面前都无功而返，直到亚历克斯·巴伯的出现。接下来我们就参照巴伯公开的信息，尝试复现一下他对 C13 密码的破译。我们先来重新审视一下 C13 密码。首先，密文只有13个符号，结合上文我的名字是，可以推测密文很有可能是凶手的名字。此外，观察到除了标准的字母以外呢， C13 还混杂着几个凶手自创的符号。我们可以先不用理会这些符号，因为在不了解它们意义的前提下呢，把它们换成其他字符并不会对加密和破解有任何的影响。为了程序验证方便呢，我们就先把这些符号做一个简单的替换，就像这样。下面我会结合4个密码学的基本概念，带你深入理解 C13 密码。第一个密码学概念，单表替换。在密码学领域里呢，所谓替换就是将原始信息中的字符按照某个固定的规则转换成另一套字符。替换又可以分为单表替换和多表替换。简单的说，单表替换就是在加密过程中，同一个明文字母永远被替换成同一个密文字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用字母后移1位这个规则来加密 Hello World， 那么所有的字母 L 都会被加密成 M。 这种1对1的固定映射就是单表替换的核心。与之相对的呢，采用多表替换的话，同一个明文字母可能会根据它在文中出现的位置不同而被替换成不同的密文字母，就像这样。那么 C13 密码到底是单表替换还是多表替换呢？我们无从得知其他的黄道12宫密码，比如 C408 确实是有采用多表替换来增加复杂度的，但对于仅有13个符号的 C13 来说采用复杂的多表替换意义不大，因为多表替换的主要优势是防止破解者通过分析大量字符的出现频率来找到规律。考虑到 C13 只有短短的13个字符并且包含了明显的字符重复，我们就假定它采用了单表替换。第二个密码学概念，频率分析。上面提到的单表替换有一个基本的特性，那就是不会改变字符的频率分布。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符号去替换，原文中出现最多次的字母，在密文里对应的那个符号也一定会出现最多次，并且这个频率分布不受字符位置交换的影响。在刚才 Hello World 的例子里，原文中 L 出现了3次，那么加密后不管怎么交换字符的位置，那个代表 L 的符号在密文里也一定会恰好出现3次。把频率分析应用到 Z13 密码上，可以看到数字8出现了3次，字母 A、N、M 各出现2次，其余的字符 E、加号、K 以及 V 则各出现1次。这种频率分布就可以表达成这样的形式。在 Z13 采用单表替换这个假设下，任何破译出来的候选名字，其频率分布必须要与这个模式完全吻合。第3个密码学概念，字符顺序分析。字符顺序 Order of Appearance 简称 OOA， 指的是每个不同的字符在文本中第一次露面的次序。重要的是，字符顺序同样不受单表替换的影响。还是在 Hello World 这个例子里经过单表替换，你会发现虽然字母全都变了，
但不同字符首次出现的顺序结构被完美的保留了下来。当然，如果原文还经过了位置置换，比如字母被打乱了，那么字符顺序当然就不会相同了。现在让我们将字符顺序分析应用到 Z13 密码上，就可以提取出这样的字符顺序了。同样的，针对任何 Z13 可能的解，必须要存在一种位置置换的方式，让它的字符顺序和 Z13 的字符顺序严格的对应。第4个密码学概念，合式置换。在密码学中加密过程除了替换，通常呢还会进行置换，也就是打乱字符的原始排列顺序。合式置换呢，就是一种经典的置换方法，尤其是针对长文本，它通常会设定一个固定行列数的盒子，将明文依次的写入这个盒子，再对每一列进行统一的置换，从而生成密文。巴博破解 Z13 时采用了一个2行7列的盒子。你问有什么依据吗？为什么一定要用2×7呢？而不是3×5或者4×4答案是没有依据，这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毕竟一个名字通常是由名和姓2部分组成。基于这个假设巴博把13个密文字符写入了2行7列的盒子里，并对第2行的字符顺序进行了反转。由于13个密文填不满14个空格所以又在第1行末尾插入了一个空字符。这里你肯定又要问了，为什么第2行要反转呢？空格又为什么非要插在第1行末尾呢？其实都没有原因，非要说个理由的话，这样可以把字母与字母对齐，符号与符号对齐，在数值的方向上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排列规则。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填好的表格进行列置换了。置换的过程通常也不是随意的，加密者一般会用一个密钥关键词，还是用 Hello World 来举例假如采用2×5的盒子，并且使用关键词 quotes 加密，考虑到 quotes 的字母按照字母表出现顺序是1、4、2、3、5，根据这个顺序呢，把列进行交换的话，就会变成这样。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我们后续筛选出一系列可能的嫌疑人名字后呢，还必须反推凶手当初是否使用了一个有意义的单词或者短语作为置换的密钥。假如无法推理出有意义的置换关键词那么整个合式置换的假设就会显得根基不稳，得出的结论呢，自然也会缺乏说服力。好了，掌握了单表替换、频率分析、字符顺序和合式置换这4个核心概念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破解了。我们先从黄道12宫案的官方嫌疑人开始着手，用频率和字符顺序分析来看看这些嫌疑人的名字符不符合 Z13 密码。你现在看到的是在维基百科上记录的嫌疑人名单，在这些嫌疑人名字里面只有一个是匹配 Z13 密文的频率分布的，他就是阿瑟·李·艾伦。注意这里我们取了他中间名的前2个字母，凑成了13位的长度。事实上呢，在长达数十年的民间调查中艾伦也是一直呼声最高的头号嫌疑人。那么答案呼之欲出了吗？难道困扰世人半个多世纪的谜题就这样解开了？别急我们还得看看字符顺序分析。首先，我们把艾伦的名字放入2×7的盒子里，在采用合式置换的情况下呢，能够产生的排列可能性其实是有限的。首先，一行7个字符，排列方式呢就有7的阶层，也就是5040种可能，再加上空格插入的位置有14种可能性。这样一来呢，总共需要验证的排列就高达5040乘以14等于70560种。这超过7万种可能性在缺乏计算机的年代，要人工的穷举无疑是耗时耗力的。但在今天一台普通的计算机也只需要几十秒就可以完成全部可能性的便利了。我们可以采用 Python 代码，让计算机自动便利这所有的7万种排列组合，并为每一种组合生成字符顺序的序列，然后与 Z13 密码的字符顺序进行对比。在便利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呢，程序给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种2×7合式排列方式能让阿瑟·李·艾伦这个名字与 Z13 的字符顺序匹配。这就意味着在 Z13 使用了2×7合式置换这个前提假设下，阿瑟·李·艾伦可以被正式排除出 Z13 的候选人了。至此，所有已知的公开嫌疑人似乎都被排除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很简单继续暴力破解。既然已知嫌疑人里面没有答案，那就把网撒向整个美国的人口姓名库吧。例如，可以从美国社会保障局等官方渠道获取到历史上最常用的名和姓的列表。
甚至呢也可以通过 AI 对这些姓和名进行组合，生成原本不存在的可能姓名。据说啊，巴博的团队最开始就生成了约7100万个名字。在有了一个原始姓名列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些规则做筛选了。比如可以排除明显是女性或者非白人的姓名，因为黄道12宫案当年有目击报告显示凶手是一位白人男性，这个工作啊同样可以交给 AI 来做。然后也可以排除名字凑不出13个字母的，再然后啊是字母频率不符合的，最后是字符顺序不符合的。经过这一轮轮严苛的筛选啊，那份最初的7100万人的名单被迅速的压缩。最终呢，巴博发现能够同时通过所有筛选的名字只剩下14个。从这里开始啊，巴博开始人工深度排查。值得一提的是，巴博团队建立并维护着一个庞大的历史悬案数据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数据库里啊，汇集了跨越数十年的案件报道、警方的档案、嫌疑人名录，甚至包括了凶手的笔记样本。巴博和他的团队开始像侦探一样，对剩下的14个名字进行全方位的背景挖掘，并逐一的与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家庭背景、职业轨迹、居住地变迁、行为记录，任何一丝异常都不放过。经过这番抽丝剥茧，13个名字被逐一的排除，他们或因时间、地点不符合，或因为缺乏任何与案件的潜在关联而被排除。最终，所有的线索如同溪流汇入大海，指向了唯一剩下的名字——马文·梅里尔。巴博在对马文·梅里尔的背景调查中有了一个震惊的发现：原来马文在1960年代更改过自己的姓氏，而他曾经使用的本名是马文·马格利斯。这个名字对于熟悉另一起美国世纪悬案黑色大礼花案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因为马文·马格里斯正是黑色大礼花案中被警方列为重点嫌疑人的对象之一，同时他也是被害人伊丽莎白·肖特生前最后交往的男朋友之一。对黑色大礼花案件详情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考 X 调查的这期视频。本期视频也是我看完那期视频之后获得的灵感。在深入探讨马文是否就是两起悬案的幕后黑手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审视一下马文·梅里尔这个名字作为 Z13 的谜底到底有没有说服力。首先，字符长度是吻合的，马文·梅里尔字母数量刚好是13个。第二，字母的频率分布也完全能对得上。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置换方式，我们发现把马文·梅里尔单表替换之后，再按照6512374这个特定的列顺序进行合式置换，就能精确的还原出 Z13 的密文。你可能会问，那这个看似随机的数字顺序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没有意义？答案是有，而且其背后的意义可能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置换顺序恰恰可以通过密钥词伊丽莎白来生成，而伊丽莎白不正是黑色大礼花案受害者的名字吗？你看我们只需要忽略其中一个重复的 E， 剩下的字母按其在字母表中的顺序排列。由于网格是7列，可以舍弃掉字母 C， 这样就能推导出6512374的置换顺序了。你当然可以认为这一切只是惊人的巧合，但说实话，当如此多的巧合全都严丝合缝的汇聚到同一个人我们就不得不开始严肃的思考了，这真的还是一个巧合吗？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探究一下凶手到底采用了哪种单表替换的方法。一个有如此表现欲和仪式感的凶手想必不太可能使用完全随机的对应关系，他的替换方法里很可能藏着另一个签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凶手自创的符号这个圈里面带十字的符号出现在所有的黄道12宫加密信件里，曾被凶手用作信件上面的识别标记。后来这个符号也被称为黄道12宫符号，因此它可能代表字母 C， 我们就假定它是 C。 至于这个带圈的数字8，巴博团队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物证，马文本人确实收藏着一把2战时期缴获的日式步枪刺刀，而在这把刀的刀身上赫然就刻着一个一模一样的符号。既然是刀，我们就暂且假设它是 blade 单词的首字母 B， 接下来是这个像倒置的箭头的符号。从字形上看比较接近的是字母 V。 别杠为什么一定是 V？ 问那就是纯瞎猜。综合以上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替换规则，初看之下毫无规则，但是只要把字母表简单的翻转一下，你会发现8个字母里有4个是可以匹配的。虽然只有一半匹配，但是在密码破译中这可能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证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如果我们推理出的置换方法不是凶手使用的原始方法，或者明文姓名不正确的话，那么用这个方法推导出来的替换规则应该是毫无规律的。我们拿上面另一个符合密文的姓名 Taylor Swallow 试一下，推导出的替换规则就找不到任何匹配的字母。在密码学里面有一种经典的替换方法，先写下一个关键词或者短语，从字母表里去除掉其中重复的字母后，然后依序写下剩余的字母。我们发现假如使用一些姓名来作为关键词，比如使用 Charlie Joe 作为关键词，正确的匹配个数呢达到了6个，而 Charlie Joe 正是黄道12宫案第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如果凶手真的用黑色大丽花案的受害者伊丽莎白的名字设计了置换关键词，那么他再用黄道12宫案的第一个受害者 Charlie Joe 的名字来设计替换关键词，在逻辑上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必须要指出即便使用了 Charlie Joe 作为关键词我们也未能达到100%的完美匹配。目前我们确实还找不到一个能生成替换规则的完美关键词。好了，上面所有的分析呢都是建立在众多假设的上面。综合来说把马文梅里尔认定为黄道12宫和黑色大丽花案的凶手，也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合理推测而已。那么就算是先射箭后画靶，我们有其他证据证明马文就是凶手吗？直接说结论直接的证据确实还没有，但是间接的证据有，而且很多。首先是性格和能力，历史档案显示马文曾是一名2战海军医护兵。一份当年的心理评估报告描述他性情阴郁，有大量明显的攻击性证据。他甚至因此被认定为精神伤残而退伍。退伍后呢，他进入了大学学习医学，这完美契合了黑色大丽花案中警方根据尸体伤痕判断凶手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的侧写。而作为伊丽莎白生前最后一位已知的男友，在同居仅12天后就分手，他完全有因情感纠葛和心理扭曲而产生作案动机的可能。当年他也确实被列为重点嫌疑人，后来不知道他采用了什么不在场证明洗脱了嫌疑。第二，笔记。在锁定马文后呢，巴伯以研究2战历史的名义接触到了马文的小儿子。在一次会面中，巴伯看似不经意地展示了黄道12宫寄给报社的原始手写信件。马文的儿子几乎在瞬间就做出了反应，他立马就认出了那是他父亲的笔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间接物证，马文的儿子提到过，他保存着父亲在去世前1年绘制的一幅素描。当巴伯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瞬间就屏住了呼吸。画中是一名仅有腰部以上的女性，这似乎刻意呼应了伊丽莎白·肖特当年被发现时的惨状。而画作的标题呢，赫然写着伊丽莎白。这还没完后来巴伯的团队对这幅素描进行了红外成像分析，在右下角这片深色的阴影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似乎被涂改覆盖的单词，而这个单词正是 Zodiac 黄道12宫。看到这里，不知你是否感到了脊背发凉？马文梅里尔仿佛就是一个极端自负、渴求关注的精神变态者。他精心设计谜题与其说是为了隐藏，不如说他无比渴望有人能最终破解，让他的杰作和名字被世人铭记。据他儿子回忆生活中的马文也热衷于上媒体。那幅临终前的画就像是他无声的终极自白。看吧，我就是那个让你们恐惧了半个世纪的幽灵，我逍遥法外了一生，现在是时候让你们认识我了。尽管不愿承认但在出名这一点上，马文梅里尔成功了。他的名字注定将与这2起世纪悬案牢牢的捆绑，成为恶魔的代名词。最后再次声明马文梅里尔作为 Z13 的谜底，目前仍然是一个建立在多重假设和间接证据之上的推论，而非司法意义上的定论。单表替换的完整规则也依然还有谜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篇 Colab 程序自己验证结果，链接我会放在视频描述里。甚至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假设进行验证，没准你能找到比马文梅里尔更完美的 Z13 谜底。好了，这里是路易斯科技慢聊，喜欢我节目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